今天我们开封10款红枣泡酒，先来闻一下香气。用伏特加和朗姆泡的2款几乎没有酒味，枣香浓郁，清香和酱香的，闻起来都有原酒的酒味。浓香型的枣味比清香型的浓郁，酒味却更淡一些。金酒是杜松子和枣香的融合，层次丰富；威士忌是梅尼味和枣香的融合。然后我们品尝一下口感。先说明一下，口感仅代表这款酒和红枣融合之后，我个人品尝到的感觉跟酒的品质没有任何关系。有的酒泡红枣一般，但泡别的水果却是5星加口感。酒体都是枣红色。入口比较绵密，很舒服。清香型的2款，枣的香味和甜味穿梭在口腔中，带着原酒自身的口感特征，融合的比较顺滑。浓香型的2款，枣的味道比清香型的更浓郁一些，枣的甜和冰糖的甜融合的恰当好处，回甘时涌现出原有的酒味，却又很好下咽，适合平时喝酒的人群。酱香型的枣味是最浓郁的，但同时酱香味也是比较大的，适合喜爱酱香型口感的人。伏特加和朗姆酒喝起来没有酒的刺激感，而枣的香味和甜味又丝毫不输前几款。随着下咽，枣香层层叠叠，起起伏伏，尾端都有一丝苦，却又很快化开，又增加了层次感，是目前喝到口感最舒服的一个类型。烧酒泡的，闻起来没有丝毫酒的刺激感，更像红枣口味的果汁一样，而枣香却又比果汁浓郁和清爽很多，度数很低，适合平时不太喝酒的人。金酒的杜松子味和这款威士忌的梅尼味跟枣的香气结合的不好，既不融合又显得突兀，所以我决定之后再换一款威士忌试试。10款酒泡红枣，个人感觉前3名：朗姆酒、伏特加、真露烧酒。接下来我会再泡大罐，然后做质量检测。大家还想了解哪些？告诉我吧。我们开封石榴橙子泡酒，这里面有一根白线，大家能猜到是什么吗？这是用大桶泡的，因为放在角落里差点忘了，所以泡了快5个月了。酒体的颜色是透亮的深红色，闻起来有一丝酒味，但更多是橙子的一缕清香。让我们来品尝一下。入口是冰糖甜和石榴甜融合在一起的甜，很舒服。口腔中是石榴的果味，回甘第一层是橙子的清香，第2层是石榴的甜，中间微微夹杂着一点酒感，但迅速又被果味覆盖掉，整体很顺滑，层次感也比较明显。最近多种水果复合的泡酒总喜欢加点橙子，因为橙子香气的变化很丰富，而且非常清爽，使酒体入口会特别的舒服。我计划等快递正常以后邮寄出去做一个质量检测，因为这款酒的时间有点长，石榴的清爽口感多少被压下去了一些，所以我感觉石榴橙子泡酒最佳的浸泡时间是3个月左右。如果时间合适的话，这款酒的口感一定是5星加。看到大家都在这步步追美式，想起来我以前也翻车过，就找出来，让大家都乐呵乐呵。这是以前视频的内容，看这流畅的制作过程，一气呵成。可谁也没想到，他竟然睡着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终于露出了一点点，我嫌他露的不够，又加了点液水，终于露的还可以了。可我觉得他还能再努力努力，于是又加了一丢丢，彻底翻车了。